这个是有开字幕的所以可以选择字幕，不然的话它的 default 都是繁体中文。今天精神没有昨天那么好，但是我想说，既然都已经讲那个有关于美味的定义了嘛，那就把它讲完。那至少先讲，再继续下去哈。还有刚刚有一些整理，有花花草草，我种的樱桃、蓝莓，就是买直接吃剩下拿去种，已经发芽了，而且芽长得还这么高了，我觉得不错。我刚在移盆子啊，废话不多说因为这些樱桃要长到能够，樱桃是树，很多人都不晓得。西瓜也不是长在那个棚子上面的，那个是那种丝瓜，还有什么百香果，那个才是。即便连香瓜、小香瓜、黄色的那种，那个绿色的美浓瓜什么的小香瓜，那都是长在地上的但是呢，那个榴莲是长在树上，还有菠萝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它其实闻起来有股臭味但是这是南洋的很多水果的典型特色它是长在是树上，但是不是像在枝干，就是长出来的那个分支上面这样一颗一颗，不是跟葡萄不一样，它是长在那个树干上面的，很奇怪长在树干上面会结一个这样。然后有一种叫做树葡萄的，也是这样长，也是长在上面一颗一颗，长在树干长在树干上面一颗一颗一颗这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树葡萄？树葡萄我没有觉得很好吃啦，黄金果倒是蛮好吃的。昨天谈到这个美味的意义前言花了不少时间在讲，就总共真正有在谈到这个意义的部分呢，只花了大概，反正就是总共花了1个小时，是讲2点我现在直接进入主题，讲第3点同样前面这边有荧幕，我发觉我的这个麦克风这边似乎应该要弄个东西把它套起来，然后才讲话声音比较不会那么尖锐。我再想办法美味第3个重点是什么？我归纳出来了，第3个重点是平衡感。平衡感，味道的平衡不是只有5味不是说酸甜苦鲜咸。就我昨天在讲这个复杂度的时候，其实就有一点切到这边来了不是说5味酸甜苦鲜咸每一样都加一点，5味都有，然后叫做平衡，不是的，不是的，那个是大杂烩而已。你可以做一个实验这个实验会有点蠢但是你可以做一个实验，你拿一个碗呢，把我刚刚讲的酸甜苦鲜咸，你可能是拿个苦瓜吧，苦瓜最苦的绿色的小苦瓜然后1份，倒1匙的醋，然后倒1汤匙的蜂蜜，或者是你加砂糖也可以，白砂糖也可以，然后再加1整匙都匙大小都一样然后再加1整匙的味精，然后再加1整匙的盐，它是不是就酸甜苦鲜咸都有了？那如果我昨天有提嘛，现在那个科学界有人在研究说，油脂类是不是属于味道的一种，味觉的一种？那如果它也算的话，那你就再加1匙橄榄油进去好了。橄榄油加猪油的话，可能太，因为这是凉拌的东西，可能会太恶心那这样全加进去是5味均衡了，5味均衡了。醋的部分你可以加葡萄醋了，或者米醋也可以。
其实你也可以加酸梅，对不对？加酸梅会比较好一点。但是我是说，你要把它做的极端一点，我们就将最纯粹的东西嘛，你把它加进去，你觉得这样会不会好吃？其实如果有在听我昨天讲的话，那你前面那一集，其实那是第110集，我讲错了。今天这个是第111，要有复杂性嘛，然后温度要对嘛，所以理论上来讲，你这样我刚刚讲这5个东西加上去之后，也许你要把它拌一拌，要腌一下，然后放到冰箱让它冰冷一点，因为这个你拿去炒好像怪怪的，这应该要做成沙拉吼。所以苦瓜也许你要先烫过，它就不够苦了。Anyway， 你自己想办法去做，但是你这样弄出来的东西，如果地球现在突然发生战争啊，或者是小行星来的话，这个东西绝对可以吃的，没有问题，因为上面加的每个东西都是可以吃的。会太咸了，所以你可能要多准备一点水啊，来冲淡啊。然后很鲜，一大那么一大匙的味精可能也不太好，所以也许把它拿去煮汤吧，整个把它弄成一个大碗的汤，然后里面飘几片苦瓜，这样平不平衡？很平衡的因为什么都有了，但是你又加水就不平衡了，因为那个，所以我说了平衡感，就是说它并不是指这个多加一点，其实刚刚讲的这样子的调味方式有没有办法去改善呢？可以改善的，那你可能再调一点其他的东西。我讲的不是调味，我说比方讲你苦瓜是很多的，或者是你可能如果你要把它弄成汤的话，你可能还加蛋进去，把它做得像蛋花汤这样，或者再加一点青菜进去，你弄一弄，搞不好就可以吃了。真的，搞不好就可以吃，而且不会难吃，搞不好。可是你单单去想这个一定量，就完全量一样的酸甜苦鲜咸，是好像理论上来讲都是一样的，但是那个真的会很好吃吗？99%很难吃的，要很高明的这个师傅，也许还可以加别的东西，然后去做调和。但是如果只有单这几个东西的话，是弄不出好吃的东西的。那样只是一个大杂烩。所以我昨天有讲说，有朋友问我说，是不是5个味道都要齐了？是要齐，或者是其实不齐也无所谓。但是重点是在于说，我们在准备一个料理的时候，那个平衡感是很重要的。平衡感就是你吃了，当然我要讲一句了因为每个人对，比方讲，有人喜欢吃酸，有人喜欢吃比较咸，或者有人喜欢吃口味要清淡一点的，所以并不是说那种平衡感可能对我来讲是平衡，对你来讲可能不平衡就是我一开始讲的这个因人而异的部分。但是我在讲这些东西呢，并不是说你可以弄出一个100%每个人都觉得很好吃的东西。你当然你可以做到某个程度，厉害的师傅。可是如果你自己本身有特别的需求的话，那比如说你就喜欢吃咸一点的话，他的再厉害的师傅做出来的菜呢，因为他要考虑到众多人的想法的口味，他的菜可能就不会符合你的需求。我小学的时候呢，我之前有提过在花莲，我在花莲长大嘛。我小学中午的时候呢，有时候有便当了，有时候有比较皮一点，会拿钱，然后去。我讲的是高年级的时候，会去旁边的那个学校旁边的店家去，特别是有一间叫山西刀削面的，那是一个老兵开的，
它那个面真的就是我之前有花时间提过这个东西，去查我的之前的那个影片，有一个谈花莲小吃的，这边我就不赘述了。那时候我有一个同学会跟我一起去吃，他是那个面炒上来之后，我是忙着加辣椒油啊，还有加那个醋啊，因为我喜欢吃酸酸辣辣的东西，甜我也喜欢啦，其实。但是面没有再加糖嘛，通常我都会加一点醋，而且那种醋是属于不是那种一般台湾的切拉米的那种醋，是属于那种比较就是用辣椒加油去煮出来的，台湾话叫煸出来那种辣椒油啊，那种牛肉面的那种的辣椒，有渣仔在里面的那一种的，黄色的橙黄色的，然后另外就加上一点米醋通常也是会有点橙黄色。可是我这个朋友不一样，他大概就是等比例的会加，比如说这一碗面里面有汤，炒面的话，它总是会有一些，还是会有汤汁嘛，然后他会加很多啊，很多的什么，很多的酱油。我那时候我问他说：“你这样吃不咸吗？”他说他觉得这样吃比较好吃。但是我不敢了，我觉得这样不是不敢了，我觉得这看起来很奇怪，因为这个是比例上就你那一碗面的颜色都变了，变成是已经有点咖啡色的那种感觉。可是他吃的很开心，他爸爸妈妈应该都不知道他这样吃啊。我就想说，如果这样长期这样吃的话，跟盐分会不会摄取太多？酱油。虽然那时候的酱油应该都是很手工的那个年代但是即便是天然的东西，不管是有机啊，就是再怎么天然、再怎么样的东西，吃多了都不好啊。你水喝多了都会中毒，你更何况是那种就是不是那么单纯的东西。所以我这边要提的平衡感呢，并不是说每个味道都同步的加上去五味都有那就是平衡，不是的，那只是一个大杂烩。我讲过了，料理不是算数不是算数食材各有其自然的味道。注意食材都有自己的味道。你针对这个食材的风味不足之处，我今天讲话怎么一直大舌头？针对食材风味不足之处呢，把它补足。当然，这个补足的前提是看你要用这个食材来做什么料理或补足或者是加强这个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补是它没有，我把它补足；加强是它的食材什么的味道很好吃，我让它加什么东西让它这个味道更凸显出来，那叫加强。这边后面就写了，或风味特别好的部分做提升，是料理美味与否的关键。果然是我自己写的东西，你看我不用看稿，我现在想的东西，结果我之前就写过。这部分很难解释不过你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就是你到餐厅品尝某一道菜，师傅弄出来的菜，因为师傅的口味跟你不见得一样，我提过了。对，我的朋友他喜欢那个加酱油进去嘛，刀削面、炒面加酱油，加很多，我也会加一点，但是他是加很多至于说加酱油对于加什么东西会对于料理产生什么样的味道的变化，如果真的以后有时间，一定会有时间只是要不要去做成一个专题而已。我这边就简单提说，加酱油的话，基本上如果你要加酱油的话，你心中要有准备的是，第一个它颜色会变得比较深嘛，不过这个跟味道比较没有关系，我们就不提。第二个，显而易见的是味道会比较鲜美的鲜，因为酱油其实基本上它就是豆子什么去把那个蛋白质发酵成氨基酸嘛，那种鲜味，所以有些酱油给人家感觉吃起来会觉得就干那个干是不是甜是乌妈咪，就是喝起来像骨头汤一样就干那种味道。然后另外就还是会有咸味，为什么呢？因为
真正在做酱油的时候，你要控制的很好。发酵蛋白质这种东西呢，不是发酵，转化分解蛋白质成为氨基酸这种东西呢，严格来讲，比酒精就是糖变成酒精来讲，这个难度是更高的。为什么？我用一个例子来举例就好了，就是你有没有闻过家里附近啊，如果你是比较乡下的地方，那种死老鼠的味道，或者是看新闻上这个大楼这个突然传出什么味道，然后里长找警察来去开门，怎么样怎么样的，这个我不用再讲，我相信大家都听得懂。那味道很强烈嘛，所以为什么？因为蛋白质被分解了，然后那种分解又不是只是这种单纯分解成为氨基酸，当然是氨基酸，但是氨基酸我讲过有很多种。你知道有一种氨基酸，它名字就直接取名叫做尸体的尸胺，这个味道你会想闻吗？它也是氨基酸哦，尸氨酸。所以一般酿酱油的时候会加盐的目的是因为它不会产生酒精嘛。那你今天或是产生酒精非常少，那你这个你要怎么防止这个酱油放到坏掉？我讲过酱油是要在大太阳底下去曝晒的，所以一般来讲它会控制这个加入的盐去提升它的咸度。为什么？因为它也是渗透压的原理，它会让细菌是生长不下去的，大部分的细菌是生长不下去的。可是这种东西就是一个两面刃哦，太咸味道都不好吃，不够咸可能就酿坏掉了。所以你怎么去取得一个平衡点？这就是其实酱油很难酿到很好吃的，真的，因为很好吃的酱油是它又就干咩，然后就是又没有坏掉。然后要天然去酿造，你想想看它需要多少？我觉得这个更需要所谓的广义的风土的结合，才能够做出很好的酱油。味噌也是啊，但是酱油跟味噌哪一个比较难？这个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没有亲自去做过。一般来讲呢，如果你是自己在家里要做酱油的，就是像在宜兰这边沿海，这个很多就是乡镇啊，这个小乡村很多自己在做自己在酿酱油的，因为这个市场这边有卖豆子，有卖就黄豆，然后有卖这个曲一个一个曲哦。各位如果没有看过了，可以来这边，在宜兰的应该是南门市场吧，那个地方南门市场口那边有很多卖那个曲，它是一个大大的这样，并不是说曲很大，并不是说他故意要做这么大，而是它要一个载体，然后去长很多曲菌在上面，它上面也是发白色的毛，我记得是白色的毛，就是曲。然后买那个东西，再买一个桶，它那个通常都一套在卖的，旁边再放一个桶，就是那种可能陶瓮啊，或者是一般的塑胶桶或什么的，就可以透光或什么的。然后你就买这个豆子，他都会准备好一包，甚至可以 DIY 的，回去再把它加一加，他会跟你讲加多少什么东西，然后就卖好了，你就整桶买回去，自己就可以酿酱油了。只是那种酱油通常都会很咸，为什么？因为你不咸的话，你又不是专家，你不是咸的，都会酿出来是臭的东西，然后或者是它会坏掉了。然后你咸一点，再加你宁愿煮的弄得咸一点，到时候再加点别的东西，煮菜的时候就是加一点点，然后这样就好了。我加酱油另外一个有可能会产生的味道是不是干啊？不是只有干而已，是真的甜味。为什么？因为它酿酱油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加一些冰糖在里面，有这样，所以有些酱油甚至会有一点点酒的味道。那加冰糖的意思呢？其实它就是太咸，它去做平衡，或提升干的味道。其实那冰糖是一种粗糖，它里面不是只有糖分，它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的结合，所以它分解之后呢，不会单纯只有比如说一点酒精或什么的，或是它也不会完全分解，因为它可能糖分会留一些在这个酱油里面。
讲的太细了，我这边就稍微提一下。但是各位要知道说，如果好的酱油、硬油或者是湖底油什么那些东西，它是可以改变这个食物的味道。我讲的是已经盛上来之后，所以我这边问说，你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啊？到餐厅吃饭，品尝某道菜之后，觉得它好像没有特色，不会不好吃，也不是没有熟，只是没有什么特色。果然是我写的，不是不好吃，也不是不难吃，也不难吃，可是可以吃的料理，只是感觉起来就少了一点冲击的味道。所以在你的心目中，你就会觉得这个菜，吃完没什么印象。你会不会打一星负评？不会。那你会不会想，甚至你都不会想打评论？为什么？可能也不会不好吃啊。老板很认真努力的工作，你干嘛给他打一评呢？打一星呢？那可是叫你去打个5星，也不符合你的观点。那打个3星，就 average 的，我再打个3星干嘛？除非你真的天生就是喜欢到处留那个评论那种型的人。我这边举一个例子说，比方讲这一道菜的咸味很深沉哦，师傅很努力哦，但是因为少了这个甜或酸的店家或者是主档，我这边想店家是跟咸来比哦，就甜的店家就是去把它强调出来的意思哦，就是因为你有甜嘛，可以咸也或酸可以把它凸显出来，或酸的阻挡。酸呢，对于咸的东西呢，我讲阻挡是说，因为酸的特色很明显，它跟咸的味道就是不一样，所以那种我所谓的阻挡，就是变成有一点那种你的注意力会被拉走那种感觉哦。因为没有了酸或甜或酸的店家或阻挡了，让这个咸味，这个菜的咸味呢，像一条我这边写的是像一条在地球的平面上往前直走的路，然后地球平面呢是如果从外太空看的话，我们是一个我的数学系统是一个黎曼几何，就是那种曲率是负的，就是它是会内缩的。什么叫内缩？就是你走了一圈之后会走到原点的，绕一圈的。好，然后2点本来是平行线的，一直往前走了，就是你以为是平行线，但往前走到后面，平行线是会相交的，交在哪一点？交在北极点。好，就是如果往上走啊，交在北极点，这个叫做曲率是负的，这个内弯嘛，曲率是负的，然后那种什么是什么？是哪一个写的？我有买那个自然哲学的什么公理，欧式几何？对，欧式几何，欧几里得那几何那个3原则就是那些原则就不见得适用了哈。是讲这个，讲到这边讲到宇宙学去了。但是我这边有提到啊，就是说这个咸味呢，就因为没有其他的东西去阻挡或者是去提升、改变等等的，或者是平衡等等的，它就会像一条在地球平面往前直走的路，走了一圈又走回原点，绕过北极圈又走到对面的赤道，然后又回到南极点，然后又走回到原点。品尝完了之后，就会有一股失落感，因为对啊，假定你有雄心壮志，你想要去探求地球你要去探求世界的一周，你发现走回来怎么走到又回到原来的地方了？那你这也不是鬼打墙了，就是说这个世界原来是这样吗？你可能会觉得世界这么小，为什么？因为你走回来了。那世界这么小，换一个角度讲，这个菜怎么这么小，或者讲这个菜不怎么样那种感觉哈，好像少了一点什么味道似的，或者是简单讲就是你觉得这个味道很扁平，
没有立体感，没有立体感就是说，因为它是在咸味这个平面上呢扩展的太大了，那没有其他味道造成那个像涂高山的凸起或是凹陷啊什么的，就是我所谓的店家或主导，让你这个味道呢，这个只有咸味这样的菜呢，就好像仿佛回到那早期，比较没有钱的年代呢，就是你的腌制品都很咸啊，然后为什么这样才？你也会知道是要平衡，所以你就会多吃一点那个。如果你有粥或地瓜啊什么的，那个咸很好下饭嘛。为什么很好下饭的意思呢？有两个，第一个是很好吃，第二个是菜很咸，对不对？要克服这一点呢，师傅得有足够的生活经验或美食锻炼，知道菜的优点及缺点在哪里。就是说，这个食品啊，这个食材的优点和缺点在哪里？因为每种食材有不一样的味道，苦瓜是苦的啊，它是苦的，你再加更多的苦的佐料进去的话，你是就是一生注定要吃苦嘛，对不对？不是这样子嘛。所以你苦瓜，你可能不是我们吃什么咸蛋炒苦瓜啊，什么那种就是改变它的味道啊，就是用那苦来沾染这个咸蛋，把那个盐分给加进来啊，然后还有氨基酸啊，然后蛋有蛋，蛋要怎么讲它的味道？蛋味好了，就像哈密瓜有哈味一样。你知道菜的优点及缺点在哪里，然后利用技术来提升优点。注意哦，提升它的优点。然后比方讲说，更多的调味与食材的组合，或以不同的烹调方式带出更多的味道，在它是优点的状况底下，让料理呈现足够的立体感。你是要让这个优点产生更多的立体感及平衡性。平衡性就跟我昨天讲的复杂性那个其实是可以扯得上关系的哦。因为复杂性的利基是在于说你要有平衡感，不是你很复杂，就好像画图画一样，我说这个所有的颜色都上去就会是好的图画吗？不是的，不是的。但是我也不会说就是所以我们都不要上所有的颜色，而只是说你不能这个不是0-1这样的问题而已，而是中间你要怎么去组合出那种漂亮的不管图画或者食物，这个就是要靠你所谓的师傅。那个傅呢，不是父亲的父啊，是一个人字旁，然后这个我突然不晓得要举哪一个，那个傅要怎么写，就是反正大家看字幕嘛，我会把它打出来哦。有时候街头上面看到上面写陈真师傅，特别是工厂陈真师傅或者是餐厅陈真师傅，他那个父都写父亲的父，我都觉得那个父跟那个我讲那个师傅的父呢不一样哦。虽然某些方面它某些意义上是类似一样的，但是那个比如说打拳你找那个师傅，那个父就是父亲的父，因为那个打拳那种师傅就有一点像在古时候就好像你的你要整天跟着他，他就像你的第二个父亲一样。可是餐厅的师傅啊，打铁的师傅啊，那种比较像是专精的人在做这个事，那个父是不一样的哦。那变成是在讲说文解字啊。我刚刚有提到说，如果师傅有足够的生活经验、美食锻炼利用技术去提升这些优点，加食材或调味等等，或不一样的烹煮方式。比方讲，烹煮方式就不用我讲了，因为中菜有很多种烹煮方式嘛，不过西方菜也是一样哦。然后利用这种方式去带出味道或提升味道让最主要是要让料理呈现出足够的立体感，不要太平面。平面的话就是我刚讲，你一路走到底，吃完了
有吃跟没吃一样，就会觉得说这个味道就你中间没有什么经验啊，你只要把它想象成你走在一条就是就是完全没有什么起伏的一个地方，那你这样走完一圈，你只是觉得走完了，没有什么感觉，就这样子。如果你能够做到立体感，然后又兼顾到平衡性，这样的菜就会更好吃。那好吃就是美味哈。所以第3点我提的是平衡感，平衡感，平衡感哦，要有平衡感，不要偏到一边去。至于说有些东西偏到一边去，它也是很好吃，我承认。但是这个东西就是，你要看它可不可以那个偏到一边，它也会有一个极限在那边，会拉一条线在那边。就是说，它本意是要做这样的东西出来，但是它要很能够精准的掌握住那条线，才不会。我的确是要强调它的甜味，可是你甜过头了就不好吃了。它也许不平衡，但是它要强调它的甜味，但你甜过头就不好吃了。它还是有一个边界线在那边的。那这个东西就跟师傅本身的经验有关，或者是说他怎么去设这个边界。这个讲起来很玄，但是这个就是师傅的功力哈。其实做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啊，煮菜让师傅有他的功力，但是我相信在看这个影片的朋友，中国朋友，我们讲的是影片，我们不是讲视频哈。这个影片哈，在看影片的这些朋友们，你自己有自己的专心嘛？你也知道某些事情，不管做什么，不管是专业或者是工作上的专业，或是你的本身的工作技艺上面的专业呢，你都知道说有些东西是会有一个美感，或是有一个限度在那边呢，不能超过。你超过了之后，你原来的美感就不见了。就好像这我自己的想法啦，比方讲练健美好了，健到某个过度的话，那感觉起来会，我个人觉得有一点恶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有体脂肪，就是会有肌肉，那你把它弄到，先不谈恶不恶心，你如果没有考虑到平衡的话，你的身体可能就很容易出问题。所以不是说真的体脂越低越好，体脂越低越好。为什么上帝造人的时候，我们身体自然而然就会有脂肪？脂肪在肚子里面太大不好了哈，但是它某个程度其实也是保护你的内脏。医师不要吐我哈，我不是在帮我自己肚子找理由，我只是觉得说很多东西还是要注意到平衡哦。从料理讲到医学，你看，第4呢是很难描述，但是我却觉得我这边写出我认为是最重要的一个因子。你说你前面不是说很重要吗？为什么你这个讲重要？我这边强调的重要是说呢，因为这个部分很难讲清楚，真的很难讲清楚。可是我觉得大家会觉得非常重要，就是说，有时候好吃不好吃的关键，你可能注意到了前面提到了温度啦、复杂度啦、那个平衡感啊，都做到了。可是你如果没有第4个我要讲这个因子的话呢，也许很好吃，但是如果你能够做到第4点的话，以我的观点，我会觉得它是更好吃，或更容易让我有印象，会觉得说，你这个菜，这个特点，或者这个就是硬是比别人做的还要好吃。别人可能也做的很好吃，但是你的菜就是更好吃。那个点呢，往往就是在一个小小的细微之处。至于说他怎么去做到这个点呢？这个就每种以料理来讲，每种料理的这个要提升的点是不太一样。
等一下我会举一个例子那个是比较容易去感受到的部分那当然我要先讲第4点是什么。我觉得第4点美味因子的第4点是浓厚。日文好像叫做什么 koku 还是什么的。因为我以前去日本吃面的时候，去日本拉面店吃面的时候，我不会讲日文嘛，然后那师傅看到我是台湾人，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台日友好啦，真的是很早期的时候就去日本。我去过很多国家了，所以这个我已经是懒得写。我看到很多人会在自己的 IG 啊、ins 上面写说去过哪几个国家，这个累积那个国旗。我是不想写，因为写那个东西，以我来讲，我觉得浪费我的那个空间了。有时候简单一点，我会觉得简单一点比较好。然后那时候那个师傅他就问，因为他知道他会这样问，表示有很多人跟他反映过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台湾人对拉面呢，通常都会觉得什么很咸，对不对？很咸，特别是很正宗的那种日本拉面，觉得很咸。更早年代的时候。可是日本那原因是因为日本人基本上不太喝那个汤的，但是台湾人我们所谓的汤面，像我的话，我吃饭有一个很怪的习惯就是从小养成的。为什么？因为我提过了，我的外婆我们家是在花莲开牛肉面店的嘛，以前还蛮有名的。然后我我还见过蒋经国，跟他握过2次手。大概那时候我很小，然后跟他握手。那蒋经国为什么会来我们家去我外婆家吃面？当然就是因为还蛮有名的嘛。因为我外婆他们外公外婆他煮的面很好吃。我所谓面好吃，不是面好吃，其实是它的汤。因为面呢，那个年代那个面。虽然也是真材实料，但是就是比较那种一般的家常面嘛。我不喜欢吃油面那南部油面我吃不习惯。我喜欢吃那种白面，那种家常面但是也不要太细，也不要太粗粗的话，你就干脆做成面片，或者是做成这个刀削面就好了。那因为我外婆他们熬的汤很好，那牛肉汤很好吃，所以。我通常都是把面吃完，我中间都不会喝汤我就会吃面，然后就是吃小菜配什么，然后配饮料啦，配养乐多，小时候配养乐多，然后这样吃完了之后呢，最后再喝汤。我妈妈就觉得我很奇怪，我外婆也觉得我很奇怪，我怎么吃面是这种方式在吃？很多人是一面吃面一面喝汤或者是面来了先喝汤什么的，我不是。应该讲说我很了解我外婆他们的面的味道，那个汤的味道了，所以我都不用先喝，因为那面很好吃，这样配青菜然后喝一点养乐多很好吃，然后最后剩下的汤了，我吃饭很快，吃面很快，吃完了之后呢，我喜欢喝那热的汤，就好像我前几天讲说，我喜欢吃那个顶煲就是炖补对，小当归我喜欢吃当归鸭什么那些。四物汤什么的，我喜欢喝那个汤的味道，所以我都会留到最后才喝。那些那个这种吃法呢，在你如果拿来吃日本拉面，其实不太合适。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要喝那个汤很咸，你知道吗？非常咸。那我那时候去日本的时候，我记得。他们也知道台湾人的习惯，我也是台湾人嘛，因为我不是讲日文，他只问我说，kodeli 还是 kodeli 好像是比较清淡嘛，还是 koku 什么的，反正就是我懂日文的这个朋友们在讲嘛，他会问我说你要淡口味一点，还是重口，还是浓厚的？因为浓厚才是他们本来的味道，淡口味他可能会加一些那个高汤下去那种比较去冲淡味道，所以我想我当然是要吃浓口味道，我不喝汤，我也要先吃看你为什么做出这个，就是你成名的原因在哪里嘛？我就选浓厚的，所以他当时就问我这个问题。那这怎么讲呢？就是说现在这阵子日本后来有流行沾面。沾面怎么讲
我忘记怎么讲，反正我不会讲日文，反正它就是那种它是还有一个汤，那个汤是甚至是比那个一般的拉面汤还要浓。它简单讲就是把面这煮好的面呢，这个拿起来沾嘛，对不对？其实荞麦面有一种荞麦面某一个程度也是沾面，它也是把它捞起来这样沾起来这样吃的。所以那一碗汤或者是说蘸酱，它也不像蘸酱，小碗的汤这样，那个是很重要的东西哦。那个东西就跟浓厚是有关系的，因为它等于是把它所有东西把它集中起来，弄到。不过这边我要强调点，这边是说浓厚呢，不是说把水分都去掉，不是指这个意思。我这边讲浓厚，比较偏向是味道的极限，你把它 push to the limit 啊，Eagles 的歌这个 push to the limit 把它推到这个极限。但是就好像我刚刚讲过了嘛，就是说就是你要有，即便是极限，你就在悬崖边，悬崖边呢，就是往前走就危险了，往后走你看不到更好的风景。那你怎么去把它做到这个 boundary， 就是这个界限这个部分呢？就是我所谓的浓厚的意义。那至于什么是浓厚，什么是极限呢？我这边讲到了，这部分可能比较难理解，但是我尽量去试着去说。我讲不是说咸或辣，或者是更甜或更酸，我并不是讲说这五味中有哪一个东西把它很凸显怎么样，不是啊。我的浓厚的意思是五味调和之后。我再强调一点了，五味调和不是说5个味道1比1这样去加，我讲是调和哦，和是先合在一起，然后有一个和产生和平的和，五味调和之后的美味料理，所有的部分具备，然后再都具备之后呢，再把它推到这些平衡的状况下的极致，就是说你觉得这样味道可以了，但是所谓的浓厚就是说我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再把它放大，就是越靠近悬崖的那种感觉，然后那种极致会让人家觉得说吃的时候觉得很棒，不会有似乎还可以更好的那种不满足感，那就是我对浓厚的定义。就这个。我相信不会只有我这样想了。如果各位朋友是吃货啊，或是常在外面吃东西，总会觉得说啊，这个菜如果再怎么样一点点会更好。那个再怎么样一点，也许是不够平衡的那种，再怎么一点。但是我现在讲的是平衡，但是你觉得它就是如果再浓一点会更好的那种感觉，那就是我所谓的浓厚感哦。它在味觉的评分描述上呢，比较偏向像是一个立体的球，一个球，或者是我讲用立体嘛，我喜欢用立体，我不喜欢用那种平面。平面的话，通常都讲什么6边形战士，就是那种平那个通常都有6个，然后对不对，形成一个图形这样。不懂得去查6边形战士是什么意思哦。但是我讲是一个球，那个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在谈的时候，不会只有谈几个面向而已。当你的这个要考虑的点越多的时候呢，以平面来讲，它就会变成一个圆，圆是最满足的状况。然后，可是我们的人是生活在一个不是平面的世界，是生活在一个立体的世界。所以我这边写是一个球，往每个面向去展开，每个点，这个面是指那个球状上面的每个球，你往上顶最上面都是一个面嘛，一个切面嘛，往每个面向去展开，饱满撑开，达到最大的值，而且呢，你还要维持一个均衡的球体。此时呢，料理只要吃一口，你就会被它感动。然后我这边写美味的钟声在脑里
这个当当当的那种响，这个各位会不会想到那个姜太的时候是那个拍手小安啊，或者是什么眉毛会突然这个升起来，觉得说这个东西很好吃什么的，或者是起鸡皮疙瘩，然后觉得好吃哦这种感觉。举例来说经过熟成的料理，通常会有微妙浓厚的味道。这个我这边举例就比方讲如果你有在做蛋糕，做戚风蛋糕的话，放了一个晚上的戚风，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它可能已经烤起来很完美，吃起来很好吃，但它不够浓啊。那个浓不是说我现在加点糖，再加点什么，而是它没有把它 condense 那种感觉，没有把它 condense， 就是说在集中，就不够浓厚，不够集中的感觉。或者是放了一个晚上的咖喱，我们常常听到那个咖喱要放一个晚上会比较好吃嘛，所以这边也可以提到说，如果你去露营的话，你去煎牛排那些，我倒是觉得不用，因为你带个白米，我昨天讲过那个猎人就是原住民猎人，他通常都带着白米，一袋白米又好带，因为白米一点点你就可以煮很多出来嘛，他又不是要去玩个7、8天或多少，他带这样一小包，他可能就可以吃很多天了，因为你中间还会再加别的菜啊，你可能会猎到一些猎物等等啊。那另外你就再带一些盐，就这2个是可以调味的，不用太多，这2个就是你就要吃原味嘛，对吧？那这盐味你还是要一点点盐，而且带盐的目的是还要补充一点那种电解质，因为它毕竟加水之后就是电解质嘛，就各位懂我在讲什么？我长跑我们吃点盐片那种，才不会因为你的那个体内的那个水分消失，造成电解质的那种平衡失去。这个钠或者是我不讲化学，就把话题收回来如果你去露营的话呢，我们不用像猎人这样，你带一些球根类的球茎类的食材，肉你可能带着，可是肉的话你要小心它容易变坏，所以咖喱的好处就是说你可以煮素的咖喱也是可以的，那你可以带什么？带马铃薯，带萝卜，那你说那个很重啊，马铃薯带2颗，萝卜先切一切，或者是先不要切都没有关系，洗干净就好了，洗干净而且保持不要有水分，放在袋子里面才不会坏掉。然后你可能再带洋葱，如果可以的话，带瓶小瓶的葡萄酒。其实这样，然后再加上咖喱粉那些东西，现成调味的那种咖喱粉，再带白饭，然后你一定还会有水嘛。这个你去露营的时候呢，把这个东西那个洋葱多一点，把它炒开，炒出来的时候，炒到焦黄了就变甜，会变得比较甜嘛，梅纳效应，还有那个洋葱的糖分会出来，而且还会体积会变小。然后当然你可以带多颗一点另外1颗你可能可以就是不要去炒，就是你只是要加味道进去而已，就是要吃它的那种存在感而已。然后呢，这时候倒入其实通常都会加酱油嘛，然后水啊，然后把这些什么食材丢进去，然后去滚嘛。对于西方人来讲呢，他不是加酱油，他是加酒下去，葡萄酒、红酒，不甜的红酒下去煮。所以他们的秘诀是，如果要好吃的话，是再带一个小瓶的酱油呢，再滴几滴，弄一些在上面，去补充它的鲜味。因为酱油有鲜味。可是如果对于东方人来讲呢，我们是煮咖喱通常会加酱油进去，可是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秘方反而是要加一点点酒进去，红酒进去，就是那个红酒呢，不能讲改变鲜味，就是因为红酒里面本身的物质很多，它可以让这个味道呢，
我用一个比较不负责任的说法，就是它可以更融合在一起。然后你放一个晚上呢，它就有点像成年的那种感觉啊。第一个有点成年的效果，虽然说那时间很短，但是毕竟你那个东西是不是酒嘛？它本来没有抗氧化的东西嘛，那你加葡萄酒那种抗氧化不了多久，那个纯粹就是说，因为酒精进去之后可以 condense， 可以把所有的东西呢讲萃取出来，或是让它更浓郁哦。那个萃取其实就是主要东西弄出来，然后过程你放在晚上，一定有一些水分会失去。通常如果你是在特别是冬天在山上露营的话，这个你放在外面，锅子盖好。台湾现在应该还没有什么熊在会去翻那些东西吧？你要注意不要让那个老鼠啊或者什么飞鼠，你要够重，上面压个东西什么的，这个反正就是不用放在那个你的帐篷里，放在外面。天气够冷的时候，它这样子有一点像放在冰箱的感觉哈。只要温度低于10度以下，你这样放着，它也不会坏掉。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你可能就是只要弄饭，好，这个热腾腾的煮饭就简单啦，弄点弄个水啊，弄个米啊，让煮好之后，再把那个锅盖打开，那个咖喱拿来倒来吃。那咖喱你也不用特别再去加热，因为它就是冷冷这样没有关系，因为你的饭是热的嘛，弄上去之后呢，比例稍微调好一点，这样吃起来那个味道很好吃，很好吃，真的很好吃。我刚讲过了，如果可以的话，你酱油和米和小瓶的葡萄酒去 Seven 啊，怎么去买那种小瓶的那种，不要买到甜酒就好了，这样就够了。真的会加葡萄酒会完全改变它的味道。那当然可不可以加清酒？可以，但是清酒是比较偏向于说你是海鲜啊什么那些东西，或是你真的是有肉在里面的时候，那这个你不要同时又加清酒加葡萄酒，这两个也许会合了，但是我很少看到人家做成功的。这个就是你取一个东西就好了，然后你要看你当时要去露营的环境是在怎么样的环境。然后我再强调一次，我讲的是简朴的露营，是最纯粹回归原始的露营，而不是去那边打羽毛球、看电影的那种露营啊，或者是在那边办，反正只要，因为我是花莲人，我是乡下人，我对于这种太过都市型的行为搬到这种，就是你在都市进行就好了，不要跑到这种荒郊野外去做这样的事情，而且。最讨厌的是，因为你这样做呢，造成那个平地、那个山地被开发，就那种开发是滥垦，弄得水土保持也不好，然后里面的那些野生动物呢，那个栖息地也被你弄走了。被你弄走了之后呢，你第二天又走，然后留下一地垃圾。你以为那个露营地的主人会整理得很好，他很多都是倒到后山去而已。或者拿一把火在那边烧起来，搞不好就火烧山。反正呢，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他们要接那水源，你以为那个水源是很合法的吗？有公车又有什么的啊？拜托你，那你就在台北生活就好了，你就在都市生活就好了。你去宾馆开 party 不是也可以这样做？那你请宾馆开那种，它有天井那种，让你里面还可以烤肉的，那不是更好？何必这么的千里迢迢跑到那种地方去，连上厕所都不见得很方便，然后你硬要盖一个这样啊，在上面打麻将还带瓦斯桶上去的那种，我都觉得实在是。以我是一个乡下人，以我从小就我是童子军哈，我就有露营的经验。我们出去没有这样在弄这些东西的啦，真的。经过熟成的料理呢，就会有浓厚的味道。就是我刚刚讲，比如说放了一个晚上的戚风或咖喱，或者是到达咖喱，或者是到达顶峰的红酒，这都是经过陈年熟成，就是陈年的类似的说法哦。只是熟成通常时间是比较短，陈年是时间比较长哦，然后对象不太一样哦。然后一块熟成、充满馥郁滋味的牛排。
涂上一定年纪的酱汁，酱油也要熟成啊，热腾的没有，我这边讲的是不对，我再重讲一次，一块熟成具有馥郁滋味的牛排，因为它本身熟成了，它味道 condense 的 condense， 你可以讲说就是味道跟水的比例来讲呢，那个水的比例变得比较少一点，不是说水完全没有了，是比例比较少一点，更凸显出那种假定本来就有鲜味的话，因为你熟成的关系，会让那个鲜味更浓，那就是我所谓的浓郁的感觉，或者是说你在烤那个鳗鱼的时候有白烧嘛、白灼嘛、白烧嘛，但是各位看美食漫画也都会知道啊，那个有些鳗鱼店强调说他们的那个老的那个酱汁，至于老的酱汁怎么做，以后有空，有一个师傅有告诉我过了，有空我再提哦。但是那种酱汁就是不断的循环的。其实讲这个话题同时要提到巴萨米可醋哈，这个我可以讲真的很多。你锁定这个频道，而且我不会只讲一个方面的东西，我会很平面去展开所有的事情。如果你不会觉得现在有55分钟，我在讲到第4点了。我昨天讲说有6点，然后还有讲一个 sample， 结果现在第4点，我觉得第4点讲完就差不多了，因为56分了。这个牛排或者是一块热腾的鳗鱼刚烤好的时候，涂上这个反复涂嘛，或者烤玉米也是一样啊。前天我不是丢了玉米的短片嘛，它那个酱汁，它绝对不是我要烤的时候这个再把沙茶酱倒到那个里面，然后再拿这些沾，不是，它那个都沾来沾去，烤来烤去，那个都不知道已经讲的好听一点就是发酵，或者是已经有融合出新的味道出来了。当然它晚上会冰起来，所以不是说那种就是就是不卫生或什么的，不会，因为那个就它植物会比较浓，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例子，就是说你今天你如果新开一个烤玉米店的话，你那个玉米拿出来，你看到它直接是牛头牌沙茶酱打开，直接这样烤，然后再加酱油烤，那吃起来当然味道不会很好吃啊。但是它如果是他自己做的酱汁，以沙茶为底，然后再加一点，比如说水梨的汁或者是再加一点苹果泥、炒洋葱什么，去把它提味出来，加一点点辣椒粉，甚至加一点点特殊的香料，八角啊，或者是豆蔻什么的，去弄出来属于它自己的味道。那种东西一旦熟成了之后，就是你把它腌制嘛，那熟成之后，就是拿来烤东西呢，那味道一定会不一样。那没办法，就是那种今天要做，明天就会弄好的，没有办法，那需要时间的。所以像这种需一定年纪酱汁的鳗鱼饭配上刚煮好焖好的那个白饭，绝对好吃的。所以像日本人他吃牛排，你应该我想大家应该有看过吧？就是那种他们吃牛排可能也拿来配饭。那配饭，因为他们牛排上面还有一些东西，比如洋葱啊，或者是萝卜那个红萝卜什么东西啊，那酱汁什么的，他们这样配饭觉得很好吃。不一定是像美国人这样吃原味就是这样的，所以我的在我的想法中我是觉得任何料理都有无限的可能性。讲无限当然有夸张了，但是我就说你不应该只局限在一种可能性，而是要把它扩大去使用。因为一种可能很好吃，但是扩大可能有不一样的会让你有不一样的感受。这个师傅们要更要去体会这个话，不要一样画葫芦。你一样画葫芦，万一你的师傅常招呢，那你就只会越做越退步。但是你如果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去学到说怎么去做变化的话，你就会青出于蓝更胜于蓝。我上面提的这几点呢，我觉得就是至少现在提到第4点呢，浓厚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每一种食物它都应该可以把它做浓厚，
再强调一次，浓厚不是咸、很甜、很咸什么，而是那个味道，你做出来的这个味道能够让它在极限再推出来一点哦。最后我讲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因为讲牛排或是一定年纪的酱汁，这个你可能就鳗鱼饭酱汁，你可能会就是有些朋友们可能很难体会哈。因为以台湾来讲，现在当我说牛排有些地方可以吃得到嘛。有一次我约一个女孩子，我们去吃那个土豆贝肉牛排，她很有钱哦，我们是勾大去啊，她是30几岁，然后就大千金嘛，千金小姐，然后我吃，我例子说她吃过看过，然后那切的牛排她吃，她就跟我讲这牛排好好吃哦，然后讲了一堆形容词，然后我听得懂她在讲什么，但是连她都觉得很好吃，她不是没有吃过美味，她常常去吃星级料理啊，到处啊，而且不是台湾哦，是就是国际上的那些，他说是好好吃，然后就一直跟我讲这个事情，我印象很深刻。我说没有，因为我常在土豆贝肉，我以前常去那边吃牛排。这阵老板就有看到啊，这个 Samson， 我家这边太远了，如果过去那边吃饭，我还要找个地方住啊，但比较麻烦。但是我还是会找人去吃的啊，已经吃了100多次了，我希望能够吃到至少200次，然后。现在我自己统计应该是140次应该有了，那我希望对加油，虽然身体就是当然年纪就大了，再吃个几年好。那你要讲那个什么鳗鱼饭，那个台湾坦白讲很少啊，台湾这个很多鳗鱼饭我都觉得不好吃。台湾的鳗鱼饭呢？我知道有一些日本人来开鳗鱼饭，他也弄得很好的酱汁，但是呢，开的那个地段啊，或者是分量啊，或者是通常都是主厨来这边开幕的时候前2天、前1个礼拜、前3天会住常住在那边，但是几天后就回去了，通常都是二厨，然后到最后都是本地主厨在做，然后那种水准通常就。而且价格又贵。台北的话，你如果问我要推荐，在台北其他地方我不晓得哈。这边宜兰，我前阵去吃一个鳗鱼饭，我觉得那个饭不，这边的米就很好吃，但为什么它烤起来的东西那个就温度不够了？反正我就觉得说，就我的第一项提到美味的因子，那温度，我就觉得鳗鱼饭应该是要热热的饭、热热的鳗鱼这样吃才好吃。你怎么端上来？因为你要现烤啊，你都不要绑现烤，现烤怎么温度怎么吃起来都有点冷的那种感觉。1小时2分钟，我把这讲完了。今天只能讲2点，昨天也是讲2点了，所以我，但是我相信讲这个可以带给大家那个一些启发哦。我的结论就是说，以浓厚来讲呢，很难解释，但是。如果我讲的这个，不管鳗鱼饭或牛排，你比较没有经验的话呢，我讲的是好吃的哦。我不是说各位没有吃过牛排，我吃过鳗鱼饭，但是好吃的呢，可能经验比较没有那么够。那最简单去形容什么叫浓厚、浓郁哦，就是以台湾人的来讲的话，你去找，一定可以找得到这样的东西。什么呢？就是在树上熟成，具有最大香气、风味最强、熟度也最好，还不到烂哦，就是熟度最好的水果，栽赃昂的芒果，就是在树上速熟的芒果。过了也不行，就刚好熟的，就那1-2天的时候，你摘下来吃，那个就是最能够显现出，就是能够去解释我所谓的浓厚的意义的最好的例子。过熟不熟就会有一点失去偏了。它其实我觉得，自然界很奇妙哦。你看像芒果。它是会从刚讲出来芒果是绿色，我说一般啊，
当然也是有变黄色，那个我不谈。我讲的是说，比如说以艾文来讲，它慢慢变成红色。你有没有吃过那芒果是整颗是红色的？我讲到红色是，你说那市场上很少看到，因为对，没有错，因为考虑到运输的问题，那种东西呢，刚刚好熟了，你要运过来，从南部运过来一天或是什么，它就是因为它刚刚好熟了，其实可能就是在那几个小时要吃的东西，你再运一下，再放一阵子，然后又不是没有又没有马上被人家买的话，那个后来就会开始起黑斑或什么东西，那就过熟了，过熟就发酵味道，或者果肉就变软变烂了。所以一般在市场上很难吃到宰蟑昂的东西。所以你看到的芒果通常都是什么？通常都是红红绿绿的那种感觉。有时候以艾文芒果来讲，红红绿绿的那种感觉。但是你挑那个，你也会挑稍微硬一点的嘛。你挑太软，你就知道那个可能过熟了，真的起黑斑了，对不对？那种挑稍微硬一点，然后它这个还有点绿色，没有关系，回去再放一下下。那种呢，味道没有办法跟宰蟑来比，但是就是至少它不会，它是比较就好像我讲的咖喱或戚风那种放一个晚上，放了几天那种，当然味道稍微更浓缩一点点。但是以台湾的气温来讲的话，要小心。然后如果放在室内的话，以芒果来讲，就算它原来是绿色，你放到第二天，搞不好它马上就变红，甚至开始已经就是因为热催化的速度很快。香蕉也是啊，香蕉可能前一天还是对不对？王宏威不是在讲香蕉的事情嘛？那个放到第二天，可能马上就起黑斑了。好，这一集我这边写宰蟑差可比拟。那第5个重点是什么呢？还有第6个重点是什么呢？这个第3集再来讲吧。然后我第3集我应该会稍微缩短，因为1个小时7分钟，大概是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次。然后我再举一个例子，讲完了之后呢，我在第1集的时候我就提过了，这个只是属于食物的我所谓的美味的定义。那如果是餐酒搭配的话呢，我本来讲今天就把这个我昨天讲说，我会直接去讲说，这中间我觉得还有一个逻辑上的一个谬误哈。但是我没想到我会讲这么久，所以等我讲完了之后，我要讲这个餐酒搭配的这个部分怎么样叫做美味的时候，我再来提出我的看法，我的想法。那海恩，今天讲到这里。海恩，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天土之道，有道理。拜拜。